皇上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娘娘？她可是你的妻子啊！实名制下毒也有人学，齐亚尔哈这事儿我熟。关于简秋后期降智，擅自给甄嬛下毒这事儿，不少观众都有疑惑。好歹是皇后身边的一把手，这宫斗技能也不至于这么拉胯吧？究竟是为啥？我们往下说。第一，皇后处境堪忧，什么样的艰难处境能让简秋狗急跳墙，甚至不惜背着皇后这个领导也要干一票大的呢？她只有6岁。他能撒谎吗？话说上回甄嬛以一招请君入瓮，用第4胎碰瓷皇后这事儿，随着胧月的一句神助攻，皇额年他推了新娘，正式落下帷幕。甭管皇后再怎么表示自己没啥害人的动机呀，也很有文化的拿唐高宗和王皇后举例，但是在童言无忌的可信度面前，到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给摘出去，光荣的禁足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是不是想说就这禁足而已，多大点事儿？至于到山穷水尽火烧眉毛的程度吗？从表面上看，纯元之死的真相还没有被揭穿，皇后当时还没有垮台，皇后心里的小九九四大爷就算知道，皇后不够，还盼着做个名正言顺的太后，也会看在白月光纯元的面上放他一马。回回搬出纯元，皇后总能全身而退。这时候只要皇后能稳住脚，最好的结果就是等3阿哥登基，皇后直接做圣母皇太后，手握大权，把甄嬛一党彻底踩死。只要3阿哥能有来日，本宫也就不白受这些委屈了。对于皇后来说，本宫不死，尔等终究是非，这是她先天的优势。但是同志们别忘了，皇后的一切有利形势都建立在3阿哥给力的基础上。然而3阿哥只长个子不长脑子，被聪明的4阿哥一忽悠，他直接跑去宗人府看望4大爷的死对头8爷，一顿胳膊肘往外拐的骚操作，当场就把4大爷给惹毛了。是你要弃朕而去，不是朕不要你。他既偏帮允嗣，就让他去做允嗣的儿子。又是撤黄带子，又是赶出宫，指望3阿哥登上皇位，救皇后于水火，那是想都别想了。这时皇后折了一个3阿哥，膝下再无皇子可以和甄嬛夺权，安琪拉战队除了队长本人，基本上全军覆没。齐妃被他自己逼上吊了，瓜六滴血验亲局输了，外加娘家拖后腿被乱棍打死，下场凄凉。安小鸟呢，黑历史被人扒得一干二净，吃苦杏仁儿嘎了。就连皇后最大的靠山太后，都早在前几集的时候抢先一步嗝屁了。所以任凭皇后有天大的本事，在自己被禁足、手底没人的情况下，根本就使不出来。眼下皇后身边可用的不过一个简秋，一个江福海，关键时刻摆在皇后面前的就是2条路，要么反扑一波富贵险中求，要么坐以待毙，坐等甄嬛的孩子登基。甄嬛成为圣母皇太后，把她往死里搓磨，因此简秋一时情急给甄嬛下毒，确实事出有因，形势所迫。第二，皇后说的话误导了简秋，就好像齐妃死了那样，没了甄嬛，本宫就可以抚养6阿哥。3阿哥原本是皇后下的一步大棋，突然间前功尽弃，皇后再不甘心，也只能接受现实。可是没了3阿哥，皇后还怎么东山再起呢？情急之下，皇后完全丧失了理智，怒发冲冠，咬牙切齿地告诉简秋，只要本宫还可以东山再起，谁的孩子都不重要。很明显，随便找个孩子当工具人推上位，自己当皇太后的想法是皇后自己提出来的。她现在的状态像条受了刺激的疯狗，急需治疗。试问皇后这样说，一旁对她忠心耿耿的简秋会怎么想？没错，简秋会容易被皇后误导，把皇后的想法付诸实践。第三，简秋错误的认知和预估，主子受辱就是奴才无能。等一下，简秋姑姑，你这个说法有问题啊！什么叫主子不好就必须奴才背锅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你家主子受辱，完全是他自己棋差一招，踩了甄嬛设计的陷阱，跟你简秋姑姑有啥关系？后宫里嫔妃的生死荣辱大多是靠自己的本事，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借助奴才们的帮忙。好比嬛嬛、槿汐、小允子再得力，没有嬛嬛的冰雪聪明和善解人意，也是收效甚微的。奴才得力是加分项，不是必选项。简秋这项认知本身就有 bug。再者，同志们细听，简秋下面这句话也有问题。堂堂皇后被妃嫔陷害而禁足，还害得娘娘没有了3阿哥这个指望，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
简单翻译一下就是皇后生来尊贵，不该被陷害，皇后应该有前途有指望，所有的落魄都是上天不该。简秋姑姑这三观，我只能说你被封建等级思想荼毒得太深了。全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应当的。皇后之前是怎么陷害甄嬛的，简秋一桩桩一件件都忘了。在简秋的认知里，皇后管教嫔妃天经地义，皇后看不顺眼谁就陷害谁也是应该的。相反，甄嬛对皇后的各种反击打击，在简秋看来都是不应该，就是以下犯上，不尊国母。甄嬛身为嫔妃就该给皇后让路，你瞧瞧这三观有问题呀，所以做出来的事儿也有问题。只要出了熹贵妃，年龄以后也就能安乐。简秋是忠，但他的忠最多算愚忠。主子和奴才之间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道理，别说是简秋，连安小鸟都是懂的。奴才跟着主子久了，主子的心意便是奴才的心意。简秋知道，如果事情败露，一定会牵连皇后。可简秋不傻，下毒之前他肯定也分析过，四大爷对皇后的处罚力度80%是简秋迷之自信，觉得四大爷再心狠，总不至于废后吧？可简秋预估错了这两件事儿。第一，贺鼎红确实是无解的剧毒，但他不可能100%成功。一旦出了差错，甄嬛没中招，那结果就会变成该毒的人没毒，不该毒的人死了。待贤福晋产后虚弱，以致毒发，刚刚过世。第二，简秋忠贞不二，不惧酷刑。江福海不是本来还只是谋害嫔妃和皇子，最后直接牵扯出纯元之死的真相。所以简秋在判断上的致命失误，让皇后彻底凉了。估计江福海临死前还在想，真服了你个老六。